那个今天是2021年10月7号哈，这第一章第8次上课哈。那我们今天要上离子布置哈，离子布置82页离子布置。那离子布置，那这些掺杂，我之前都讲过了哈，这一页你们就自己看哈。那离子布置的话，就像我们以前谱物哈或谱化最后面学到的质谱仪，质谱仪，它是原理跟质谱仪是一模一样的哈，只是说它加速的能量比较大。那质谱仪的原理就是利用电场加速，然后磁场转弯电场加速磁场转弯那可以得到我们固定的固定的 unique 的单一的这个赫兹比的这个离子植入进去，植入到我们晶片里面，达成 N 族跟5族的掺杂达成 N 组跟5组的P type 跟 type 的掺杂。好，那我们是打离子进去嘛，最后面还是要那个电中性原理嘛，所以说我们这个离子布置之后，我们会在表面再打一个估算好的这个电子再把它打进去就是等量的电子再把它打进去离子布再用电浆的方法啊把它植入进去植入进去好，那离子布置现在是现在是形成 N 型掺杂跟 P 型掺杂的主流了N 型掺杂跟 P 型掺杂的主流好，那早期呢？早期就是扩散嘛早期就是扩散，对不对？早期是用热扩散早期是用热扩散早期是用热扩散。那个热扩散的问题就是说它比较范围比较宽广比较不易控制的只能用在少部分的制程比如说紧致层深的紧致层 deep way 或者说太阳能的一些制程比较要求成本低的这些制程但是 IC 的话不 care 成本低IC 不 care 成本低 ，IC 其实最重要是效能。大家有人有时候初学者会误解说 IC 就是要成本低，成本低是第二要求，第一要效能高了现在 iPhone 已经到13代了那比如说 iPhone 8好了，它现在只剩下一支5000块，你会去买吗？也不会对不对？所以你考虑的是什么？呃，效 CP 值嘛，CP 值整体要高嘛，那你要考虑到效能对不对这时候效能是摆在第一位了摆在第一位了，对不对所以 IC 的话，其实成本是它第二考量，第一考量是你要达到一定的效能好，那早期我之前不是有说早期是早期早期用 metal gate 然后如果我们没有离子布置的方法，我们用光照，然后用扩散的方法，它就会有所谓的misalign 的问题，就是说它这边用扩散，这边用扩散，但是两边扩散会不对称那我们希望是要完全对称，要 align，就是要自我对准 align 在半导体这个领域叫自我对准中文翻自我对准self align 那用离子布置就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了你比如说你用 metal gate 或是用 polysilicon 的 gate， 那我用离子布置进去下去，我不需要光照。早期这边要开
source 的光照开 drain 的光照，现在不要了啊。那离子布置这个发明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非常厉害。这是其中那个很早很早，在1960那个 Shockley 就是半导体诺贝尔奖得主他提出的啊，但是大概在1980左右，那个设备才真的做得出来这样子啊，那非常非常厉害哦。那个肖克里是那个我们那个半导体之父这样子啊，包含他的徒子徒孙啊，后来在矽谷开一大堆半导体公司啊，尤其是英特尔最有名的就是英特尔这样子，跟他的徒子徒孙开的啊。好，然后那个。1980以前哈，那个技术节点，比如说是5 micron、10 micron，这个 misalign 1 micron 没有关系。但是到1980以后，你都知道都知道点几制程。那现在2000年2010以后都是奈米制程了，对不对啊？开始已经到22奈米啊，18奈、16奈米了啊，7奈米、5奈米。那这个 misalign 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所以现在都是用就是用那个自我对准的离子布置的制程，离子布置的制程再强调一下，离子布置就是它的原理就是像质谱仪电子加速、磁场转弯，你就可以选到你要的离子，正确的布置下去。那布置深度的话，就跟你那个加速的能量成一个函数关系成一个函数关系。好，那这个大家我就简单带过了哈。扩散的话就比较暴力嘛那离子布置的话就比较好，但是比较贵，贵还是可以接受啦，因为你不得不用它，你不得不用它你不得不用它。那现在在 IC 的制程，所有的形成N 型参差区或 P 型参差区，全部都用离子布置，几乎扩散制程，在台积电、联电应该是绝迹了啦在绝迹了那可能是比较旧世代的厂可能还会有存在那比较先进的8寸厂以上，绝对不可能会有扩散制程，全部离子布置连像我们在学生时，现在的研究生，我们实验室的研究生或其他做半导体老师的实验室的研究生他们做这个掺杂的也都是用离子布置，都是用离子布置。但是仪器相当贵这一台要好几亿那通常都是送件因为这个条件也都蛮标准的啦后面会有一些函数表我可以给你们看他们都是照这个以前计算出来这个函数表都设好程式好，那离子布置进去，难免会造成一些那个晶体的损伤难免会造成一些晶体的损伤那晶体的损伤通常是一些阻滞的机制的 stopping 我们中文翻作阻滞把它阻挡起来，阻滞的机制比如说有包含什么 nuclear stopping nuclear stopping 就是说是原子核的电子那个你比如说你要掺那个硼的离子，你打到这个细的原子核，你就会被它挡住嘛它这个collision with the nuclear of the lattice atom那个 stop significantly 就是它很显著性的这个会使它散射这样子那这会造成晶格的损伤因为你高能量的离子布置的离子进去你会把细的晶体偏离开它的间接的位置那之后要修复啦，要修复，这是避免不了的必然的机制，那我们可以修复回来。再来是 electron 的 stopping 电子的阻滞但是包含是 lattice 里面的这些这个电子就是说，那这个会
几乎就是不太会使那个因为它电子那个组织的力量啊是蛮小的啦，对不对？一个离子的质量是动辄都是电子的那个100倍、1000倍以上啊，所以电子组织的相对的而言就是小，比那个 nuclear stopping 这小很多这个能量转移就非常非常的少这样子。那晶体的那个structural damage 是 negligible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图比较清楚这个如果这个是如果是这个这个就是 N 就是 nuclear nuclear stopping 它就是如果是 random 的话就会这个样子那如果是电子组织的因为电子你对那个电子就像一个小小的子弹小小的粒子一个大篮球过来一个小弹珠你很难去影响它很难，甚至是小气泡了一个那个离子布置的棒球进来，你这个小气泡很难，小沙子、小气泡很难去影响它的路径嘛，对不对？但是它就会造成什么？所以它如果你都没有碰到nuclear stopping 的话，它就会形成所谓的 channeling effect 就是造成通道效应，就是它会跑很远，超出我们的预期的远比如说我们预期它打在这样的深度很不幸的部分30%的这个离子30%的离子30%的30%的离子呢，它没有被这个原子核阻滞到，它就打得很深这是要通道效应。那这也不好这也不好这个会造成什么？原子的什么原子的位移会造成晶体的破坏像这个也是这个几率也有，但是比较少那我们现在看一下那个理论计算这个浓度跟那个我们布质的剂量的这个函数关系那请看一下这个是这个就是我们的projection 的depth 这是我们的布置的深度或是 P 是 projection 就是布置的深度那请注意一下这是一个高斯函数，它是一个高斯函数它是可以用那个统计证明出来粒子布置它的分布是一个高斯函数。这是一个你要用看立体图啦比如说这是晶片的表面，这是晶片的表面，那你从这个深入了这个纵向的纵向这个方向呢，它分布也是那个分布是一个高斯分布那你从横向这边看，就是进入萤幕这个来看，它也是高斯分布它也是高斯分布那我们通常比较是在乎是这个深度这一个啦因为深度最重要，我们离子布置是深度最重要，它左右扩散一点点还 OK 啦还可以在这个接受范围，但是你这个布置深度错了，你元件就死掉了元件就死掉了所以我们通常是算这个布置深度 RP， 那 sigma 就是标准差嘛标准差嘛那这后面都有表，附录有表，待会也有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S 就是我们
离子布置的剂量，我们离子布置进去是整个面打进去的，所以 S 的单位是什么？单位面积里面有多少颗多少颗的那个离子被打进去那打多深呢？会取决于你的离子布置的能量离子布置的能量我刚刚讲那个加速电压就是能量嘛加速电压几 keV 就是会换成离子的能量所以它是一个高斯分布，这公式要背起来反正这公式要背起来那这个 S 大家做一下因次分析这个是Cm， 这边不能负2我放在分母就不能负2了放在分母就不能负2了做一下因次分析做一下因次分析做一下因次分析这个是Cm 平方多少个数目？数目是没有单位的，对不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分子，这个是标准差，它是一个长度是公分，对不对？是公分，是长度的单位那你看 exponential 里面这个是公分的平方除以公分的平方，所以 exponential 里面有没有单位？没有物理因次的单位没有物理因次的单位 ，OK， 没有物理因次的单位好，所以说这个离子布置的这个浓度它就是一个体浓度，有没有看见我放在分母又不能打负3了放在分母就要打3，对不对好，没有注意到OK， 所以它是一个高斯分布的函数，高斯分布的函数。所以离子布置你可以打进来，你可以发现它分布是一个高斯分布。好，下一张图更清楚。好，你打进来打进来，事实上它是个高斯球，它是个高斯球，它在这边它在这边这个布质深度 Rp 这边是最浓的，然后随着那个往横向往深度的方向往横向的方向，它形成一个高斯分布形成一个高斯分布。那你有没有看到是纵向的最重要？纵向的打入的这个纵向的方向最重要，打入的纵向方向最重要。好。那我们看到那这个都早期都经过科学家很多的努力，就都验算过了都验算过了都验算过了这有这个硼比如说我们固定打120个 keV 好了硼就可以打到大概0.35的深度0就打到0.15 micron 的深度，因为早期技术比较落后，都用 micron 当单位当 micron 当单位好，然后再来深呢深就打到0.05的宽度。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这两张图怎么重复了？我这两张图重复了，是不是？这个是深度 ，sorry， 这个是 Rp， 这是 Rp， 这是 R， 它这是这个嘛，standard deviation， 那 standard deviation 当然比较小这是高斯分布的标准差高斯分布的标准差。大家有没有发现越轻的原子打越深，要背起来原子序越小，就是越轻的离子打得越深打得越深，越重的越重，因为它整个这个原子就比较大颗嘛，比较大颗你可以想硼是棒球这个砷是篮球那它就比较比较大颗，就比较容易产生什么
nuclear stopping， 对不对？哦 ，nuclear stopping， 哦，所以要记住哦，越是那个布质的深度是能量跟这个元素哦，主要是原子序的函数哦，它的函数是高斯函数啊、哦，高斯函数啊、哦，高斯函数。好，所以我们通常就说，哎，布质的深度哈、哦、跟剂量哈、哦，我们就可以决定它这个的浓度。其实一般浓度不太好算哦，因为是个高斯分布哦，不太好算哦。通常都是有一些经验值啊，哦，因为它不是一个均匀分布嘛，它是一个高斯分布，我不能说在这边浓度刚好是在这个区域里面浓度是多少，不是，它是一个变化嘛啊，所以一般这个离子布质都是一个某一点的浓度，某一个位置的浓度你可以知道，可是某一个区段，比如说一个井字层这个井的浓度哦，或 soul drain 它是还是有一定的深度嘛。比如说100纳米的深度，它整个浓度的分布呢，它是个高斯函数哦，它是个高斯函数。那我们通常尽量哈、就打在你要，比如说我要布置的区域是100纳米的区域，那我们通常会把离子布置打在正中心，打在50纳米的区域。我们尽量最浓的在中心嘛，哈、哦，最浓的在中心，然后这样让它，因为它有上下，它有横向跟纵向扩散，所以它会慢慢扩散，啊、尽量让它接近于均匀扩散，所以会打在中心，哦，会打在中心。当然有些特殊的方法，你可能会故意打在那个离子布置区的顶部啊，离子布置区的底部啊，那比较特殊的这些现象，我们后面会再讲。那如果一般使用的话，我们尽量都打在什么啊？中心点啊，中心点。你要打整个覆盖到100纳米的深度，我们就打在50，我们就打在50啊，好不好？好，就是说，你看哦，我假设这是100纳米的深度，我就打在50这个地方哦，我再打在50这个地方哦，打在50这个地方哦，要记起来哦，自己手写啊、哦。那这是扩散啊，扩散其实函数也可以求，它是个 arrow function 啊，所以它表面是比较浓的哦，表面比较浓哦。那离子布质是高斯分布哈、哦，高斯分布哦，是高斯分布哦。是高斯分布。好，那我们刚刚不是有讲那个通道效应嘛？通道效应就是会打得过深啊，像这个打过深的哈、哦，就是通道效应来的。打过深，我们说大概应该在以这边为中心一个高斯分布。那这边你看这个图，为什么它是其实向下是比较深一点点，对不对？那其实它是有通道效应 （channeling effect） 完整的名词叫做 implantation channeling effect。那减缓这个 channeling effect 呢？哦，有两个最主要的方式哈、有两个最主要的方式哦。第一个是最常用的啦哦，第一个最常用就是把 wafer 倾斜7度角哦，7度角。那为什么7度就是你打进去这个 wafer 是倾斜7度，而且它360度会绕一圈哦，那个晶片倾斜7度。360度的绕圈圈，好像咖啡盘有没有？咖啡，你知道这个去什么力宝乐园啊，什么小时候做那个咖啡杯的，有没有？它那个整个底座那个盘哈、哦、是倾斜7度，然后360度在那边转到你头晕，有没有？一样，晶片离子布质也是这样做哦。为什么？这样子就减少它的增加的是什么？哦，nuclear stopping 的几率，因为坦白说，我们不要那种 pure 的 electron 的 stopping，我们不要这个啊，我们不要这个，因为这会打太深啊。哦，我们希望主要都是这一个，我们希望主要都是这一个，这样子，
因为这个高斯分布也是用 nucleus stopping 算出来的哦 ，nucleus stopping 算出来，大家笔记 ing 哦 nucleus stopping 算出来的所以我们希望不要这个，不要这个，我们要这个。所以打个7度你就会增加那个，而且是一直在旋转365度嘛。所以7度加旋转365度，所以你这个打进去的所有角度几乎可以涵盖的这个很多的散射的方向很多的散射方向好，那另外如果这个 nucleus stopping 还是不够用的话我们会加5到10奈米的所谓的 screen oxide， 就是说这边我们会再长一层薄薄的 oxide， 不要太厚，5到10就好了 ，dry oxide 然后再洗掉因为 oxide 本身是非晶系嘛非晶系，对不对？那非晶系打进去的话那个你就很容易就会在这边这个电子就会被这个非晶系里面的 SiO2 先偏离一点点的角度，有一点这种倾斜，有一点使它入射角偏移的概念如果这个还不够用，我们就再加这个再加这个再加这个。还有，如果你要这边笔记记一下如果我要打浅接面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技巧我们看我们可以看这个表这个深度都蛮深，对不对？假设假设这是10好了啦。现在这离子布质它最低的起始能量都10 keV，你换算一下我们就算硼硼比较好算你就是打到0.05 micron 就50奈米嘛，对不对？0.05 50奈米，对不对？那假设我要打到30奈米，我要打到25奈米怎么办？一个你可以选深，一个你可以选深，你就选比较深是5价讲错了假设硼我们叫硼硼是3价，对不对？假设你要打它50 keV 就是只能打至少就是50奈米深度起跳嘛，R 的值 Rp 就是50奈米，那你要打到25奈米怎么办？那这时候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我长25奈米的 screen oxide， 那很巧，很理论计算很那个穿透深度对矽跟oxide而言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你这边再加一下，非常非常接近非常接近。这个资料我就没有特别补充了非常非常接近非常非常接近。如果你是打在 SiO2 的话早期也有人算出来，非常非常接近。我不能说完全一样只能说非常接近，非常接近，非常接近。所以你就用你如果打在你 silicon 上面 cap 一层 SiO2 的话，你直接那个用 silicon 的这个表去算就可以了。所以你要打，我们以后会教到浅接面，因为元件越做越小，你那个整个尺寸都要做小，你要做浅接面。那浅接面呢，就有2种，就主要的方式主要的方式就是那个加这个 screen oxide。加 screen oxide 要记起来还有，如果是5价的原子5价的原子我们会选0，因为0什么？0比较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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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笔记一下，如果你要打浅接面，我后面应该还会再提到你要打浅接面有2种方式。优先选比较重的离子，如果选比较重的离子还是不符合你达到浅接面，你要打比较浅的布质深度的话，就加 screen oxide， 最后再洗掉要千万记住
要千万记住哦。哦，好。哦，你看加 screen outside 的好处有什么？减少什么？千容乙费，微调布置深度，这样懂了吗？好、也可以什么？防止基板与光阻接触引起污染。因为有时候我们离子布置有时候会用光阻去挡有时候特殊的某一道制成，我们会用光阻去开一个布置窗，离子布置的窗口出来用光阻去定义，那光阻跟镜片会有污染这时候加个 screen oxide 就可以避免那个基板跟光阻的污染，因为光阻是有机物嘛。那 silicon 跟 silicon dioxide 是完美的这个兄弟党嘛，对不对？兄弟党嘛，对不对？就是那个 SiO2 就是任劳任怨的大哥哥这样子都帮 silicon 做一些脏活这样子好，好，如何避免千人语费7度角 screen outside 那这个没有在用了啦这个没有在用，因为用这个副作用更大这个没有在用了没有人在用了好，然后我们会旋转离子布置我们还会再旋转，慢慢旋转像那个咖啡杯一样，这旋转所以这个很像咖啡杯，对不对？你本身倾斜一个角度又被旋转，你要昏下来的时候都走不稳了，对不对离子布置它这个晶片的旋转就像咖啡杯游乐场的咖啡杯，好不好那旋转为什么要旋转呢？因为它避免所谓什么遮蔽效应shadowing effect shadowing effect阴影效应shadowing effect 为什么呢？如果你不旋转的话，它7度角刚好这样斜下去，这边没打到你再转个90度或180，这边我就会打到了这边光不见，这边我就会打到了这边我就会打到了所以那个旋转的话同时也有避免牵动你，那同时也可以有shadowing 解决 shadowing effect 的问题记住反正晶片就是要本身倾斜要7度角，然后又360度旋转，咖啡杯好，这个 damage 这就讲完了这是比较这个damage 就刚刚就讲了这比较轻的 ion 或等下打比较深，所以它相对的它受损伤，你损伤金额就比较少嘛可以理解这样子弹打到墙壁里面墙壁里面只有这边的路径会，如果你是一个重机枪子弹或炮弹的话那你就会在这边打一个大坑，对不对打一个大坑这跟这个质量少跟质量重的重量转移这些动量转移这些效应非弹性碰撞是有关的好，那离子布置这个一定会造成什么 ？Before implantation 这个 silicon 这个晶体会排得好，很完美比100排得很好你离子布置以后的区域就会变这样，会 nuclear stopping所以就有一些 silicon 的原子会离开它的平衡位置那怎么办？那真的我觉得这半导体真的很变态，怎么修复它？就从以前的热力学就有学过你如果要把晶体再恢复你原本的状态的话，你就加热就好了加热就好了那所以说你离子布置之后你要退火或者是利用快速热退火，现在都用快速热退火。为什么要快速热退火？时间很短，大概1000度 C 1秒就好了啦1000度 C 1秒就好了。那这样子就是避免什么？早期退火可能要800度 C 1个小时那 rapid 就是说快速热退火，刷一下，像第二塔方旋一下，大家抄一下笔记 ING
啊，这第二大方选一样啊。我看后面有没有图，那个小红书有啦，就是1000度 C， 现在很快哦，1秒就够了，1000度 C 1秒。那一般长时间退火哈，至少哈要600度 C， 那要 N 小时，比如说6啊、8啊、24啊，时间越长，它的修复能力越好哦。所以那 N 小时这热预算就很久啦，对不对？那这元件就是你这边你这道制成好，其他全挂，对不对？所以现在都是用快速热退火，现在都是用快速热退火，为什么？因为这个原子再重新恢复它的原始的回到它平衡状态的话，这个是量子反应，非常非常快，所以你1秒它可能1个 nanosecond 就回去了。但是我们热退火没有办法做到 nanosecond 内，没有这个技术啊。但是大概1秒哦，1秒可能有更低，可能现在可能有更快的速度。我们就是抓那个目前普遍的大概1秒，唰，1秒我们觉得升温1秒很快，你看微波炉啊或烤箱你都要烤好久。现在你看哦，在半导体厂的快速退火，只要1秒哦，1000度 C 刷一下，像第二塔方向刷一下就好了。好，这减少什么？热预算，减少热预算。那 before implant 就排的好好的啊，before implant 啊，before implant 就排的好好的。那 after implant 呢？after implant 呢？啊，after implant 呢？啊，那比如你比较打比较重的 Sn 这个元素进去，这个离子进去要打的乱七八糟的。然后我们经过什么？再经过什么？快速热退火 RTA， 为什么？它有2个重要的结果，一个是晶格修复，另外一个活化哦，使 doping 哦占据什么晶格点，比如这一颗哦，这颗好了，这颗在这里，这颗比较明显，就占据到这里。那你会问，哎，它没有画出来，那你占据它这个，你占据它这个晶格点，那原本的系跑到哪里？原本的系会在这里哦，会变什么 interstitial silicon 的 interstitial silicon 的间隙质。那没有关系啦，因为你离子布质了不起，这个离子纵使最浓，你大概只占1/1000而已啦。啊，这个画起来比较夸张啦，这大概100颗里面有5颗，没有啦，真正只有1/1000而已，1/1000的浓度就高达10的20次方以上了，啊，是非常 heavy doping，非常非常接近那个金属了。对了，有一些布质的布质的浓度哈，布质的浓度我后面会再提啦，不过这个小红书有写啦。10的20次方大概是接近金属，那个像我们 source drain 啊，还有 gate 的布置要10的20次方 cm3，那个紧致层呢大概是10的17到18，那 LDD 呢大概是10的18到19，那这个消红书大概都有列出来合适的范围，那我不可能巨细迷在课堂上把消红哦，这1000页的所有这些详细数据都讲给你们听了，那要上到民国几年？所以麻烦你们自己去看好不好？你自己去看，你才会增加更多的背景知识啊！我就像冰山一样，我现在只是教浮出来冰山最重要那一个部分，那下面还有很多基础知识。你如果大学学过相关的类似的课程，哦，特别是半导体相关课程，你就有底部那些的知识。如果你没有的话，你真的一定要去买那个萧红的书一页一页翻，一页一页读哦，你才能快速追上以前已经大学部有修过半导体课程的人，其实大学部已经几乎所有大学电子电机啊工程类都有开半导体的课，几乎是搞得好像必修这样。如果你因缘机会没有修到，那你如果还再不去买书来看的话我是觉得你自己是这样，然后再怎么讲啊，然后跟人家
跟人家打拳击，你让一只手这样子在打架这样子啊，那你打得赢吗？好，那离子布质啊，为什么要快速热对火？你如果你不乱，你是用古早以前的用退火的方式，你看它的高斯峰就会变得很胖，有没有？胖胖，原本是瘦瘦的高斯，会变成胖胖的高斯，那就扩散就超出我们的预期啦。所以我们希望快速热退火，让这个高斯峰不要变化太大，不要变化太大。也就是说，这个经过退火以后，它会从那个瘦高斯会变成胖高斯。那你如果越长时间退火，它会变成越胖的高斯。那你快速热退火，你几乎就会跟圆形的离子布质的这个原本这个布质这个高斯图是一致的一致的好，所以尤其在收卷这边最关键如果你退火温度太高或时间太长了主要是时间太长了，这个就慢慢扩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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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变成胖高斯，那你这个就短路了，那你就原子就死掉了，这样懂了吗？好，那退火就是很重要两个部分就是晶格修复还有活化。好，什么叫活化？刚刚好像是忘了讲，活化就是占据晶格的位置，占据晶格位置，你这样才能释放出什么 N 型半导体才能五族才能释放出一个电子出来 ，P 型半导体才能释放出一个电动出来释放出来，这叫活化活化activation， 或是我们前面最前面第一章讲的complete ionization，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那个活化能很低，那就会 complete ionization。我们要让它活化，然后才会 complete ionization。记住RTA 使得掺杂物占据晶格位置，这个过程叫活化活化完成。然后活化完成会造成什么现象？完全游离，完全游离。你回到之前的讲义去看什么叫完全游离所以你如果这个 RTA 没有做好，温度太低，温度太低主要现在是温度太低啦或时间太短如果你是用比较低的温度，然后又时间太短，那就不完全活化那你用快速热退火，结果你只选800度，也没有完全活化所以没有完全活化就不会完全游离所以一定要完全活化才会完全游离那同时修复晶格。好，那这个离子布质的我们就教到这边。那离子布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技术里面有很多的稍微比较其实我们这个课不会很难的，这边稍微相对比较深入的知识要记住要记住好，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边了，好，谢谢大家。